台南可以说是台湾的美食重镇代表，但除了小吃非常受欢迎之外，它也时常被戏称是全糖城市。很多人都说台南人连血液里面都流着糖，但台南食物真的有比较甜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南食物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台南人爱吃甜，一直是近几年网络上面很常被讨论的话题，而且就连不少台南人自己也都津津乐道，会把它当成是个梗。2020年，台南一中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学生政党，叫做一中全糖主义党。台南市长黄伟哲呢，还赠送了碰饼当做祝贺，在卡片里面还署名全糖市长。前阵子很红的《俗女养成记》，故事背景也是设定在台南。故事的女主角陈嘉玲就曾经指明要吃民族路上面的金德春卷，而且不要虾子。要很多的皇帝豆，还有很多的糖粉。后来连店家呢都亲自证实真的是这样点餐的。因为在台南呢，吃春卷跟点手摇饮料一样，可以调整甜度。网络上面也有各种传说，像是拿根筷子绕台南一圈就可以得到一支棉花糖。但台南小吃真的特别喜欢加糖，食物真的有比较甜吗？在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消息我们公司的儿童教育娱乐品牌芒狗狗官网正式开幕了。为了庆祝官网开幕，芒狗狗第1到第6本的绘本限时优惠66折。这6本绘本是我们以芒狗狗为主角所开发的台湾在地原创教材，过去1年间已经在嘖嘖募资创下了2次破100万的亮眼成绩。而最近我们也会推出在4本全新的绘本，在这些绘本里面，我们为不同的年龄层的小孩设定了适合的主题，例如给3到6岁小读者安全过马路的交通主题，也有为7到12岁的大孩子设计学习面对被拒绝的情感主题。目前这4本全新的绘本呢，只有在芒狗狗的官网独家预购，所以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芒狗狗官网网址，带芒狗狗回家，用精彩的故事陪孩子们轻松学习，快乐成长吧。从17世纪开始，台南就是糖业发展的重要据点。在《行走的台南史》这本书里面，就曾经提到一个故事：1822年，台南东门外街，也就是现今的东门路2段一带，曾经发生过一场神秘的火灾。根据记载，当时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民众看地面热得冒烟，往地上泼水想要降温，怎知道呢？水一接触地面，突然就冒出了火势。当时没有人清楚起火的原因是什么，连前往采访的当地士绅也在台湾采访册的文章最后呢留下了一句“火何自来”满满的问号。原来当时采收完的甘蔗会先在城门外处理成糖，然后从大东门被送进府城里面。而在这一次次的运送过程当中，总会有各种不小心掉落的糖，经年累月下来呢，就铺成了一条满是糖粒的道路。所以现在的推测就是呢，当时起火背后的真凶可能就是这些地上糖。地面的冒烟呢，可能本来呢就有什么化学物质，不知道为何撒在那里，而且它们呢已经开始跟糖产生反应，正在闷烧，所以才会有白烟。而水倒下去呢，这些物质溶于水之后，非常快速的接触大量糖，放出了大量的热，所以才真的烧了起来。好，有点扯远了。那虽然推测火灾怎么烧起来的非常有趣，但重点是这一个意外的火灾居然整整蔓延了3天。透过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想象当年糖业交易蓬勃的盛况。而顺带一提当初呢把这个甘蔗初步加工的地方呢叫做糖部，而台南呢有许多的旧地名也因此都跟糖部有关，像是这个关田区以前呢叫做南部，还有这个麻豆区呢叫做寮子部等等。不过，就算台南是糖的生产地也不一定代表料理当中就一定要加很多的糖。对于把糖入菜这件事情，最常见的说法是加糖是一种贵气的展现。当客人来访的时候，主人会特别以糖入菜来招待，以表示自己的用心以及对客人的重视。那虽然现在白砂糖在超市里面1包台币30元就买得到，但曾经糖也是只有贵族名流才能够享用的奢侈品。在17世纪的英国，权贵们会在餐桌上面摆设各种用糖做成的雕塑，来展现自己的财力，甚至还把糖当作是一种能够平衡情绪与健康的药材。当时的英国哲学家汤马斯·霍布斯呢，就曾经形容甜味是一种高贵的味道。而曾经经历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呢，也把吃糖当作是一种文明的饮食习惯。在日治时期，日本政府就曾经在他们的殖民宣传片《南进台湾》当中提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呢，可以从砂糖消费率来判断。这个声明呢，充分展现了他们对于制糖工业的决心。而在1950年左右，台湾糖业外销达到了高峰，而当时呢，有48% 的蔗糖农地都在台南县。
选。因此呢，有句俗谚就是叫做台南土黏 TT， 这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下，用黏黏的糖呢来形容台南人好客热情的精神，让来访的客人仿佛脚被黏住一样，舍不得离开。但是呢，当时把糖入菜算是招待客人的特殊料理法，但后来呢，又是怎么样会变成现在好像家家户户都这样做的呢？而这一段过程，我们就找到了2个版本的论点。民间有个流传的版本是说，从荷兰时期到清末，台南都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糖业又一直都很发达。而在郑氏家族投降之后，有一群不愿意归顺清朝的官吏们呢，就隐归到了这个民间，而其中呢，也包含了那些御膳房的厨师们。而后来这些厨师开始经营自己的小吃摊，还有餐厅，就会使用到以糖入菜这种贵族的料理手法。于是使用糖的这一种珍贵调味料的习惯呢，也就渐渐的流传到了一般寻常百姓的家里。而另外一种论点呢，则从大环境来看，是说呢，糖这样子容易生产的产品，随着国际间的价格竞争，逐渐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也就逐渐呢成为了庶民也能取得的民生用品了。尤其像是台南这种有港口、城内贸易也很热闹的区域，就很容易会发展出自己的小吃文化，而且这边很多的劳动人口都会需要快速又便宜的方式来填饱肚子，像是常常被网友点名说吃起来超甜的羹汤，就是非常受欢迎的庶民美食，因为它吃起来真的很饱。这些饱足感呢，主要是来自于勾芡，但勾芡其实也会提升羹汤的甜味。那从这边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资讯，那就是台南的食物之所以吃起来甜，除了有加糖以外，也可能跟他们的烹饪手法有关。有不少人认为，比起大家以为的加糖加到满、甜到爆炸，台南小吃呢，真正的底蕴应该是甘味才对。这边可能很难用3言2语讲清楚两者的差别哦。但如果试着去分析台南小吃的食材使用，或许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以淀粉的甜味来说呢，像是刚刚提到有勾芡的羹汤，或是再来米制成这个蛙桂，都是很好的例子。像于意面呢，里面可以吃到焦糖化的洋葱，或是肉燥里面呢加入了红葱头，也都是甜味的来源。就连早期台南特产火烧虾呢，也是以生型小只，味道却十分鲜甜来著称。当时哦，像是这个担仔面的汤头或是虾仁饭，都是用火烧虾来制作的，那他们吃起来甜甜的也很正常。所以，与其说台南人的食物很甜，都是以糖入菜，更精准的说法呢，可能是他们透过糖用了很多的技巧来引出食材本身的甘甜味。那要做到这种境界呢，加糖的分量啊、时机都需要很精准的掌握。但是在常年的演变之下，现在的台南美食却逐渐的呢发展成了越多糖越好的饮食文化。而关于这样的趋势呢，有人提出了不一样的反思。现在的台南除了文化古都以外呢，糖跟甜也是台南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不止民众常常讲，就连民间商家还有政府的观光宣传呢，也发展出了各式各样跟甜有关的企划活动。例如像是台南市政府就曾经跟基隆合作进行联合城市行销，让2位市长带着当地有名的小吃来较量。他们的宣传卖点呢，就是甜蜜全糖城市 PK 浪漫海派城市。而民间首次举办的台南甜点节呢，也是以全台湾最甜的城市为号召，联合在地商家举办的市集活动。那虽然我们不确定这些活动的成效如何，但以去年的下半年来说，台南确实是6都之中游客成长率的第1名。不过这样的行销手法也不一定总是成功，像是汉堡王就曾经以期间限定的方式，在台南推出了买汉堡送糖包的活动，只要购买他们的巧克力华堡，就会再附上糖包，而汉堡上面呢还会再贴着一张台南限定的专属贴纸。这个行销当时受到了不少批评哦，部分的网友认为这是过度的消费，甚至污名化台南。而最后汉堡王也决定提前取消活动。此外呢，电影《中破塞》的这个食物指导黄婉玲呢，本身就长期致力推广台菜复兴。他曾经说过，自己从小在台南长大，但他童年记忆中的小吃并不是甜味，而是有层次的回甘。可是现在他却发现，有一些落脚在台南的商家，为了迎合游客的期待呢，会刻意的在食物里面多加糖。他认为这样子刻意的把台南跟糖来当做连结，反而会破坏台南的饮食文化。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一期，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够固定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而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志祺77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
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主页的这个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哦，台南人爱吃甜是近年来大家很常拿来开玩笑的梗，网络上面不乏有各式各样的有趣说法，比方说台南一般家里都有3个水龙头，热水、冷水还有糖水，家境比较不好呢，就只会有2个。冷水跟糖水，那像这样子的笑话呢，站在行销的角度，的确是一个能够快速引起话题，也能够增加话题性的这个方式。但这样简化的标签，有的时候却不一定符合实际的状况，也可能会让本身不主打甜味的台南小吃，或是不喜欢吃糖的台南人觉得困扰。如果很多旅客到台南都会期待吃很甜，那可能呢也会导致很多人为了商业的考量，刻意的去调整原本在地长久发展的传统做法。那最后也想问大家，你认为全糖城市的这个称号对台南的饮食文化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吗？不会吧，这就是开玩笑而已啊！而且对行销很有帮助吧，利大于弊啊。B 会哦，我觉得这会让很多细腻的传统料理失去原本特色，非常的可惜。C 不确定哦，我觉得饮食文化本来就会变，但改变是好或不好，真的也很难判断。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为什么台南的食物吃起来都甜甜的。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台湾没有美食以及传统半桌文化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